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5月23日下午的17点44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我们看一下外围市场表现啊，那道琼斯工业指数啊在盘前因为今天是周一只有盘前晚上9点半之后才开盘，盘前出现了小幅的反弹，同时呢，上证指数同步出现了一个新高。这个新高的出现呢，我们看到它的反弹正在继续，目标位是在3200点上证指数目标位是在这个均线60日均线附近这是它的反弹的目标位。那道琼斯工业指数今天因为盘前多头发生了动作所以呢，我认为今天道琼斯工业指数会有一个高开，然后可能会出现一个上行的动作。为什么呢？因为在道琼斯工业指数这里周线级别已经达到120周均线这个非常重要的支撑上所以我在最近一段时间一直认为道琼斯工业指数虽然不断出现新低，但在此情况下会有一轮反弹行情出现。同时我们把行情切到比特币这里，在所有人都认为比特币会出现新低会出现快速下行的条件下，那只有我认为比特币出现一个震荡的概率是比较大的。同时在这轮震荡当中，我们看到了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周线级别下跌呢是从4月4日这一轮周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出现了反弹，那反弹的时间级别是小日线级别，还没有酝酿出4小时级别的反弹所以呢，我认为盘面当中4小时级别反弹会出现。那我们把行情切到4小时级别上逐一分析它我们观察到了低点出现之后4小时级别就开始有所动作。那这个区域呢是4小时级别的悟空阳线我们放大来看一定要看图这是4小时级别的悟空阳线组。然后呢5月13日8点这根阳线，我认为是8节阳线，后面所有的这些震荡全部都是8戒要杀死的妖怪也就是说从5月13日到今天5月23日连续10天4小时级别的8戒阳线一直没有被打死，所以呢8戒阳线还存活的前提下我们认为4小时级别目前已经出现了一个收敛结构。这个收敛结构呢，我用白色线画了出来，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收敛结构当中呢，这周一我认为在美股开盘之后很容易出现再度的上行，从而出现一个沙僧阳线这个沙僧阳线大概能打到32000点，然后是唐僧阳线，最终呢4小时级别上完成一轮4小时级别的反弹西游这也就是 K 线西游战法当中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一个理论周线级别下跌之后会有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的反弹，那4小时级别反弹目标位是在33000美金，那日线级别反弹目标位是在35000美金这轮反弹完成之后才是可以做空的时间点。同时比特币处在一个震荡的行情当中我们抓到了这个山寨币的一轮行情。山寨币行情以这个 People 为代表这个在这轮行情当中非常强势People 在这轮行情当中非常强势做出了一轮4小时级别上涨动作。同时呢，我们在这个位置上去做了一个多头我认为这个比特币在震荡的过程当中，山寨币它是有机会的这个 People 这个代币我们做了一个合约然后冲高回落之后又玩了一回现货。那现货我们同样在这个位置上进行了逃顶0.0419这个位置上这附近大概是0.039 0.038这个位置做了逃顶。逃顶的工具呢，我采用了这个均线这个指标这是我自己编辑的一个指标器。这个指标在行情当中非常准打到这个上轨之后绿色线的上轨之后，基本上就是行情见顶的一个标志打到下轨之后你看这个下边线这个点，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抄底的位置打漏了都是一个抄底的位置。所以呢，根据这个指标器我在这个冲高之后冲高到0.04附近之后做了一个逃顶。
啊。当然了 ，People 这个代币，我认为在这轮行情当中还有机会啊，因为比特币处在一个完全的收敛震荡过程当中啊，这样呢会带给山寨币特别多的机会啊。这也是我在上堂课当中提到了 JAL 啊、GMT 啊这种热点代币啊，这种热点代币都会有很多的机会，但是呢，热点它是轮动的啊，一定要看到有动作的代币，比如说今天抓了一个 UNI 啊，这个出现了一点动作啊，我是看到它4小级别收敛完成之后啊，出现了一个突破的动作啊，进行了一个追击啊。当然了，这种现货的玩法一定要设置止损位啊，在底边线这里，也就是5.4美金附近设置一个止损，然后再进场啊，再考虑你的获利啊。设置止损之后再考虑获利。同时呢，我认为啊，就是如果比特币能够发生4小时级别的反弹，也就是能够上行到33000美金，那么啊，山寨币这边有很多机会。这里的机会呢，包括类似 UNI 这种出现日线级别反弹啊，因为啊，山寨币的上涨和山寨币的下跌几乎都是比特币的杠杆啊，所以呢，我们会发现啊，山寨跌起来会非常凶猛，是比特币的数倍，但是呢，反弹过程也非常强势，时间级别上啊，在山寨币的反弹时间级别上也会强势于比特币啊，这一点呢一定要注意。那今天呢，道琼斯工业指数主连出现了一个反弹，这样的反弹呢有200点，我认为主连的反弹，也就是道琼斯工业指数合约的反弹，会带动今晚9点半之后，美股道琼斯工业指数的一个高开啊，高开之后，我认为反弹能够出现。如果出现反弹呢，当前比特币上的收敛动作啊，就会形成一个突破。啊，这样的突破呢，以站上31000点为标志啊。如果站上31000点，我们认为它的突破就已经开始啊，就已经开始。同时呢，在这轮行情当中，我一直坚持比特币和以太坊这种主流货币一定要做空头方向啊。原因就是这轮反弹，它的这个强度啊，不一定会很强，获利的空间啊会少一些，同时呢，它通过这一系列的震荡会干扰你的判断啊，从而让你坚持的做的反弹啊，在最终的震荡过程当中啊会失败。所以呢，在这轮行情当中，我认为如果出现到达33000美金之后啊，我们开始做空啊，在这个点位附近啊或者上面一点，我们逐渐的布局仓位啊。在很多堂课上我一直在说嘛。行情只有3个东西，非常简单啊，趋势、位置和你的仓位啊。那在这种行情当中呢，我认为出现反弹啊，不是我们去追的时候啊。我认为在主流货币上，应该是在反弹过程当中不断布局空单啊。趋势呢，周线级别下跌稀有已经出现啊，行情正在大时间级别的下行趋势当中。啊，位置呢，我们找到了33000美金，这样周线级别波谷连线形成了一个压力位啊，在这个压力位附近到达之后啊，布局空单是合理的啊。趋势是下行，目前是反弹过程当中，在反弹过程当中布局你的仓位啊，在合理的位置上布局你的仓位啊，最终你才能获得趋势上的利润。同时呢，我今天早上看了一下。上一轮行情当中，比特币第一个阶段的跌幅是在70%。那如果这轮行情这个阶段的下跌出现70%的下跌的话目标点位是2万美金啊，所以呢，距离我们第一目标位2万美金还有一段距离，还有一些空间啊。现在是3万美金附近，跌到2万跌到2万，我们测量一下，跌到2万还有30%的利润空间啊。如果5倍杠杆的话。150还有150%的利润空间啊，即使在当前的这个位置上做空的话还有150%的150的利润空间。同时呢，我认为反弹会有这轮行情当中结构目前已经走出来了小日线和4小时线级别出现了收敛动作然后这个4小时线级别的8戒阳线
依然处在这个8阶阳线的势力范围之内。那4小时级别就有走沙僧阳线组和唐僧阳线组到达33000美金的需求所以呢，在这个行情当中，在震荡收敛的过程当中，目前处在一个变盘的近焦点位置这个区域上的时候，要耐心等待等待这个目标点位的出现，然后做进场做我们的空单。然后以太坊这里同步比特币4小时级别也是一个8阶阳线的位置以太坊也是周线级别下跌吸油之后正在进行4小时级别的反弹同比特币类似的是走到8阶阳线这个位置上，然后它的反弹目标位呢，我认为是在2300这是4小时级别反弹的第一目标位同步比特币的是出现了一个收敛结构这个收敛结构正在发生突破4小时级别反弹目标位2300美金，2300美金是日线级别前面下跌过程当中波峰连线连接过来之后形成了一个压力这是低压力位。同时呢，上方2600美金这是更重要的一个压力位。所以呢，我认为行情以太坊的反弹行情4小时级别和日线级别的目标位分别是2300和2600这也是一个可以做空的区间。如果反弹到这里是一个做空的区间，同时呢，以太坊出现了一个非常对称的结构也就是这个位置。看图看我的节目一定要看图。这个位置出现的下跌和这个位置出现的下跌是平行结构平行结构出现之后，那这里的反弹同这个绿色的反弹是平行结构。那这个位置呢，我认为会有这样的反弹到达2300到2600这样的一个区间。这样的一个区间，我认为最终的目标位可能会在2450美金附近因为你看它的反弹的长度几乎相同所以呢，这个位置容易出现这样的反弹那最终呢，我们还是要看这个4小时级别目前当前我们看到的这个结构当中能够反弹的力度现在这个横盘收敛结构正在酝酿这个反弹。横盘收敛的结构是正在酝酿反弹，反弹的时间点呢，我一般都认为是在这个近焦点这个区域上在近焦点这个区域上容易发生反弹耐心等待这个反弹目标位即可。我认为最起码能够反弹到2300美金2300美金对于以太坊来说。然后对于 People 这个代币它发生的是4小时级别的反弹目前来看是4小时级别的反弹，4小时级别的上涨吸油最终出现了一个4小时级别上涨吸油，分别是悟空阳线组、8阶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唐僧阳线基本到顶了完成了这轮行情，然后在这里发生震荡这里的震荡呢，我认为是日线级别从这个5月19日开始数沙僧位它的一个表现。沙僧位多震荡我们都认为沙僧位多震荡，因为沙僧位这个位置代表了我们的人生总是多震荡。然后呢，日线级别它还可能有一个大阳线有一个大阳线，最终目标位我认为能够到达这个0.047 0.047美金0.5我不认为能到达这也是这轮行情它能带给我们的一部分利润。同时呢，强势币种还包括 JAL 今天虽然有点跌幅，但我认为它仍然处在一个合理的震荡区间形成这个震荡收敛区间之后，只要它的热度还在就有机会发生日线级别的上涨目前它完成了前面这一轮4小时级别的上涨，4小时级别上涨完成之后做调整做小日线的调整，调整之后还有可能出现日线级别的反弹因为它的下跌呢是日线级别的，反弹呢我同样认为是日线级别的。同时呢，这个日线级别的反弹不可能出现反弹到18.499美金，不可能反弹到这儿。我认为它会在目前的8阶位置上以8阶这个震荡，8阶位的震荡为依托在不跌破4.9美金之前，容易出现一个日线级别的反弹这是时间切换理论带给我们的。我们再看一眼 GMT，我经常说它是2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油分别是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2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油夹杂着4小时级别调整红色线这里和黄色线这个部分，然后呢第3轮日线级别上涨没有出现，没有完成，然后做了日线级别回调在这个位置上呢，
同步 JAL 同步 People 啊做了4小时级别的反弹。它是首先做的4小时级别反弹，然后在这个位置上呢做小日线的调整啊，做小日线的震荡啊，震荡形成了一个收敛结构。在这个收敛结构当中，如果比特币能够出现4小时级别的反弹啊，因为比特币目前4小时级别反弹还没有做出来，虽然调整了10天，但还没有做出4小时级别的反弹。如果比特币能够出现4小时级别的反弹，那么 GMT 就可能出现日线级别的上涨。那日线级别上涨目标位，我认为是在2.5美金附近啊。当前的价格上，我认为还有很大的利润空间。同时呢，进场之后，现货这边要设置一个止损，我认为是1.3美金啊，这个位置设置止损。然后节目的最后呢，我有一个指标器要送给大家。这个指标器呢，是我研究10年才得出的结果啊，非常有效啊。昨天 People 代币的逃顶就是通过这个指标器做出的。然后这个指标器的获得方法呢很简单，每天评论点赞啊即可获得啊，坚持30天评论点赞啊，我会记录你的 ID， 然后送给你这个指标器啊。这个指标器在很多币种上都非常有效，特别适用于在当前熊市当中去抄底啊，找到这个抄底的位置，同时适用于在反弹行情当中逃顶。这个指标器是非常有用的啊。那个会对所有人公开这个指标，但是有条件啊，有条件公开。条件就是点赞评论30天啊，就可以得到这个。然后在我的 Telegram 群当中可以找到我的 ID。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观看，同时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